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2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建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同时部署3艘航母在西太平洋的政治信号。我很少讲军事啊，但是今天其实不是军事，其实是政治，但是他用的是军事手段来实现政治目标啊。先说新闻，先问一下，我们今天的话筒声音有问题吗？大家给我一个反馈，我们今天有没有杂音，有没有状况？我已经换了一个转接头啊，很好吗？没有杂音，好，那行，那我们就继续，不用回应我了。OK， 好，先说新闻，美国3个航母战斗群罕见的同时出现在印度太平洋区域啊。那么6月8号，罗纳德里根号航母离开日本的横须贺母港向印度太平洋地区航行。然后尼米兹号航母战斗群同一天从美国的圣地亚哥出发驶向西太平洋。西奥多罗斯福号6月4号离开关岛，然后按照计划在印太地区部署3艘航母同时在西太平洋，这很少见很少见，因为一个航母战斗群它的战斗力是非常惊人的惊人的。那么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基本上是现在全世界没有人能够抵抗。那么其实美国很少用3艘航母战斗群在同一个地区部署，因为不需要，因为它一个航母战斗群它的战力就非常强那么同时放3个战斗群是没有必要的。那么他这次就真的部署了3个航母战斗群在印太地区，其实主要是在西太平洋那么这里面有2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我们要考虑有没有军事上的因素有没有军事热点的因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没有政治因素我们继续说新闻因为在现在这个阶段有几个热点问题正在发生，都是在亚洲地区第一个当然是台湾目前仍然是个热点地区。第二个地方就是香港刚刚发生什么呢？就是北京在香港推动这个港版国安法，那么大规模的抗议然后西方国家同声谴责认为中国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那么违背了他当初的承诺，给香港高度自治。那么港版国安法实际上是加剧了中国和西方国家的这种对立。那么美国要在香港向中国开战，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这是2个主要的热点问题。当然最重要的热点问题是什么？当然还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对抗这个对抗。那么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第一岛链第一岛链就是沿着日本下来一直下来到菲律宾一直下去那叫第一岛链。当然对于美国来说，他会把如果双方发生冲突，会压缩在第一岛链里面所以我们讲在西太平洋部署3个航母战斗群它肯定是不仅仅是军事上的意图，它肯定有政治上的意图我们继续讲。美联社报道讲这个国际研究中心他们分析什么呢？美军在印太部署3艘航母，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初美军航母上面发生了疫情然后就3艘航母都去采取措施去控制疫情。这件事情就被中共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
说这个美军受到疫情的重创啊，然后军备水平很低啊，然后所以呢，这个同时把三艘航母部署在西太平洋，展示美军的这种实力啊，也是展示这个军事存在，防止中共误判啊，这是一个建议啊，一个看法。但是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不是。如果它会产生误判，就让它误判。军事上叫什么？军事叫欺敌啊，欺敌。那么印度太平洋司令部作战司令叫 Stephen Kohler， 他说展示实力是军事竞争的一部分啊，就说我经常跟我们的同事说，我们必须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美国的航母和航母战斗群实力惊人，是美国海军实力的象征啊。那我们在这个印太地区同时驻扎3艘啊，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展示实力啊，展示实力啊，这是一个很将领化的一种陈述啊，陈述。那么我继续讲啊，这些都是有关联的啊。6月10号啊，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了国防授权法啊，7000多亿的预算啊，然后其中有一个什么东西，有一项啊值得关注，就是支持深化美台关系，提出太平洋威慑倡议。这个倡议呢，美国会在2年先后注资69亿美元，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力，鼓励在亚太地区建立 F-35A 战斗群作战据点啊，让盟友和伙伴安心啊。那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国防授权法还要回到这个众议院，然后把版本合并，再去给川普签字。然后这个就算过了啊，就过了。然后呢，这个美国参议员霍利是一个有点像卢比奥的一个这样的人啊，他非常的激进啊，非常的激进。他提出了一个台湾防卫法 （Taiwan Defense Act） 来表明捍卫台湾、遏制中共侵略。法案要求美国国防部确保美军有阻止中共侵略台湾的能力，避免中方透过武力夺取台湾的控制权，造成既成事实。啊，这是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刚刚提出来，它需要排队啊，还有很长时间。好，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我们基本上讲完了。他为什么美军最近要在亚太用3艘航母战斗群来显示它的军事存在呢？大家有没有留意朝鲜的动静啊？朝鲜最近有动静了啊！朝鲜动静有2个。大家知道朝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朝鲜的存在有2个最重要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大家知道美军部署在亚洲最重要的2个部署，一个就是日本，一个就是韩国。在韩国的部署当然主要是面向的是东北亚，但是核心是朝鲜。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是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牵制作用，就是利用朝鲜来牵制美国啊。那么无数次的证明什么？朝鲜在历次中美的交锋过程中，就非常有效的牵制了美国啊，非常有效的牵制了美国。所以朝鲜当中美之间发生了这个激烈的冲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朝鲜那边就开始有动静了啊，有动静啊。那么朝鲜最近动静是什么？先说新闻。朝鲜宣布星期二就是前天啊，
中午切断所有和韩国的沟通，向韩国施压，要求阻止韩国的社运用气球将反朝鲜的传单飘到朝鲜去，然后呢，而且本周一的上午，朝鲜21个月以来第一次没有接听来自韩国的电话，因为他们有一个热线电话虽然下午已经联系上了，但是星期二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出声明说，朝鲜从星期二开始会切断和韩国的所有的联系，包括军事沟通的管道把韩国形容为敌人这就是找事儿为什么？因为这件事情一直在发生，就是飘气球这个事儿一直在发生没有停过。那么以前为什么没意见，现在有意见了那就是来事儿这是来事儿。然后6月4号，金宇正大家知道，金正恩的妹妹曾经说过，如果韩方不能够阻止脱北者的活动和向南北向这个北朝鲜向朝鲜非军事区散发这个传单，就会废除2018年达成的南北军事协议他当时说这个军事协议已经没有价值了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信号，就是先拿韩国开刀，基本上每次都这样，要么是拿韩国，要么就拿日本基本上这样。然后呢，昨天呢，就是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消息这人民日报就开始亲自出手了刊登个什么消息呢？朝鲜外务相就是外交部长李善权12日就朝美首脑新加坡会议2周年发表谈话，朝鲜对美国的政策感到失望，朝鲜将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以应对美国长期的军事威胁，作为不变的战略目标。很长，这篇文章还是蛮长的这篇新闻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我们之前曾经说过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上个月金正恩曾经发生过一件有20多天没有出现的这个情况那么然后呢，网络上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形呢？就是中国的媒体大肆宣扬这个金正恩可能出问题了，过了一阵子呢，金正恩又出来又辟谣了5月1号，我印象中是5月1号，4月这件事情是4月份的事情，4月份然后到了5月1号，金正恩就出来辟谣那么我当时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什么？我当时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跟朝鲜之间大概出了一些状况出了一些什么状况呢？就是你看，从今年开始从3月份开始，中美之间的交锋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激烈，一直到4月份，3月份到4月份，中美之间打得那么热闹，朝鲜什么动静都没有朝鲜啥动静都没有，完全没消息没消息。过了一阵子呢，金正恩还不露面了我当时的研判是什么？我当时的研判就是中朝之间大概有一些状况。理论上通常这个时候呢，中美之间只要出了一些状况，朝鲜要么就发一颗导弹导弹试验，要么就核试验，要么搞点事儿出来，通常会搞点事情出来，那么焦点就会往那边转移。因为对于美国来说，朝鲜是个蛮大的麻烦，因为朝鲜是一个控制不了的国家，而他又拥有核武器，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说，很多美国的战略利益都会受到这个威胁受到朝鲜的威胁。但是其实朝鲜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情况就是朝鲜要崩溃了中国就会
一火车一火车的向朝鲜运东西，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这个其实美国也知道啊，美国也知道，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两国山水相连，你怎么控制？控制不了。虽然美国通过了非常多的政治资源，让联合国来制裁朝鲜，但是没有办法，中国在背后支持他，就是其实中国在背后就是送东西啊，支持朝鲜继续能够做中国希望让他做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非常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联盟。中国是通过朝鲜去牵制美国的。好，现在中国大家来看中美关系现在是什么情况？基本上是这一头美国对中国采取了3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对中国回应香港港版国安法，一个就是要取消这个香港的特殊待遇，第二个就是对中国的上市公司要采取措施，在美国上市的上市公司，第三个就是对在美国的留学生政策要下手，3个措施。中国有没有反应？中国完全没反应，没有反应。为什么？没办法反应。他不仅没办法反应，他还要继续执行中美贸易谈判的第一阶段协议。所以你看看这个形势，其实对中国来说是非常的被动。当然，前面还有什么呢？前面还有疫情啊，就是说，其实中国在对美的这个你来我往的当中，中国是处于被动的局面。理论上，这个时候朝鲜应该做点动作来牵制美国，减低中国方面的压力。理论上应该是发生这样的。可是你看，这个时候朝鲜突然很安静，安静到这个金正恩都不露面了，20多天没露面，20多天这不露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形？非常壮观的情形是什么？就是美国的 YouTube 上面的这些主播，突然一窝蜂的，包括 YouTube， 包括推特，一窝蜂的说什么？说金正恩身体出状况了，金正恩可能就是大权旁落了。最后传的金正恩可能这个做手术啊，一命呜呼了，说他已经死了等等，一系列这个传得非常的沸沸扬扬。但是奇怪的是，韩国的媒体没有报道，日本的媒体没有报道，只有美国的中文媒体这边炒得火热。我的预判，我当时的判断是什么呢？我当时的判断，这就是中国放的风。中国通过美国的这些中文媒体向金正恩施加压力，你赶紧出来，你再不出来，你的位置就没了，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死了，你就是死掉了，就这个意思。后来5月1号，金正恩果然出来了。金正恩出来是什么意思？金正恩出来，而且金正恩出来之后，还给这个习近平捎了个口信啊，祝贺中国控制疫情。然后呢，习近平再回了一个口信，别扭吧？这双方之间是有问题啊，我认为是有问题。我觉得这一系列的逻辑是一个这么个逻辑。那么应该双方现在有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我觉得是没有解决问题。为什么？你看朝鲜是做了2个动静，之前也做了个什么动静？之前就是金正恩出来的那天，朝鲜的巡逻队向韩国的哨所打了3枪就结束了。这有点这就有点非常的敷衍啊，这是非常的敷衍。完了以后呢，你看看，所以应该中朝之间这个疙瘩是没有去掉。为什么？因为捎口信这非常不礼貌，捎口信是不礼貌的行为。你想一下，金正恩年轻，
习近平算是长辈啊，他用烧口信的方法不礼貌。朝鲜非常讲礼貌的一个国家，怎么会做这个动作？那就是不愿意、不情愿，但是又没办法，东西还得要，对不对？那就做一个这个不情愿的动作。中国也没给他面子，就是你不情愿，我也不情愿，那就烧个口信回去啊！在双方两个国家元首进行烧口信的交流，这你要不打个电话，要不写封信，你这烧口信什么？就是说明双方之间还是没搞定。那现在再不搞不行了，为什么？中国那边压力太大了，你这一点都不做动作，我只讲你半天养不干什么？这个情况大概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形是什么情形？就是朝鲜也得做点事情，养你这么久，你不得做点事情，减轻点我压力怎么行？朝鲜就开始找什么？找韩国的麻烦。找什么麻烦？你放那个气球，这个放了几十年，你还放我就跟你翻脸，我切断跟你的联系，这是一个动作啊，这是个动作。然后呢，这个朝中社啊发表这个李善权的讲话。李善权是个外相，外交部长，然后还要劳动人民日报把这个朝中社的这篇稿子登在人民日报上，帮忙搓火。就朝鲜那边做这事情很不情愿，力度不够。以前的力度是什么力度？不行就搞个核试验，不行就朝着这个海域发射导弹。以前的级别是这个级别，你现在这个级别不起劲，朝鲜就是，但是呢，他也不能不干呐，这个拿了别人钱啊，你要是真的中国要中断对朝鲜，今年朝鲜应该是缺粮，今年朝鲜非常缺粮食，缺的非常的严重，我印象中缺500万吨粮食啊。中国要是不给他运粮食，那得饿死人。所以朝鲜没办法，但是呢，他又不甘愿怎么办？双方肯定是有心结在那儿，那就做吧，就稍微的做一下，就没有以前那个动静了。这是一个背景。那你想一下，朝鲜如果这张牌打起来的话，川普会不会跟以前美国总统一样？川普不是，川普我之前讲过啊，中美之间达成贸易第一阶段协议之后，川普在中美之间如果有任何的他不高兴的事情，那他下手都会很重，非常重，就是上来就是拍死的感觉。就像这次这个港版国安法，港版国安法，美国出手，川普决定出手。而且他绝对，你看他这次出手不是轻轻的给你拍脑袋，不是那个的，那就是一棒子打下去啊！我认为这是一棒子打下去，一定是非常痛的。所以为什么有3艘航母战斗群同时跑到西太平洋来？我认为就是一方面有军事上的含义。就是你这个航母过来以后，朝鲜你不要想干什么，别想啥都别干，你最好啥都别干。我觉得这3艘航母过来就是告诉朝鲜，如果你敢轻举妄动，我3艘航母灭你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完全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就是很有川普的风格，就是我呢。要么呢，我就求利。川普，你看川普的态度，大部分的情况是什么？我要么求利，我其他东西我就放在边上，包括原则我都可以放在边上。我先把利求到，我求不到利的话，那你就别惹我。你要是惹我的话，我就拍死你。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我装在兜里的事情，你别想。我要说我兜里的东西保不住，那你兜里的所有东西都保不住。现在其实中美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就是
中美之间基本上撕破脸，这是已经撕破脸了，但是中国不敢，中国现在是不敢抛弃中美贸易谈判第一阶段协议。为什么？因为现在只有这个第一阶段协议能够对美国产生牵制，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牵制力的话，那中国的整个的对外的所有的战略目标都会成为美国的攻击点，那他就没办法还手。你可以，所以你从目前来看，中美之间，我一直在讲一点，中美之间的对抗实力悬殊，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美国一定要对中国的意图搞清楚，判断清楚中国的意图。你不判断清楚中国的意图，你就搞不清楚你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采取一个非常清晰有力的对策解决对方的问题。虽然你有一手的王炸，但是这个问题你就搞不定，你没有搞清楚方向。美国现在的情况还是这样的情况啊，所以他就派了3艘航母来啊，就是一看朝鲜要来试试吧，好，那我就派3艘航母去摁住，这就是川普的风格啊，就是川，但是你也没办法，别人国力强盛，你怎么办？你没办法啊。大概就是我解读，就是美国派3艘航母到西太平洋的政治上的信号，大概就是这样。这个信号更多的是给谁看的？我认为主要是给朝鲜看的，就是你不要轻举妄动啊，乖乖的像3月4月一样，乖乖的在家待着，啥都不要搞就对了啊。你要是搞的话，我这3艘航母可不是吃素的，主要是讲给朝鲜听的，当然那也要讲给中国听啊，因为中美之间在台湾海峡，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大陆方面在台湾海峡是不停的制造一些动静啊，制造一些动静。当然原因是什么？原因当然还是中美关系啊，中美关系有原因，核心的问题还是在香港，就是在香港，由于香港的麻烦，由于香港的问题，所以去台湾海峡制造一些声音出来。所以3艘航母过来，有没有这个方面的含义？当然也有这方面的含义。而且现在美军和之前不一样，从去年以前都不同。以前是什么？以前是解放军啊，在绕台航行啊什么的，通常呢，美军呢就在台湾东部走一下啊，意思就是，哎，你别过分啊。现在不是，现在你中国在台湾海峡什么绕台航行什么，美军直接沿着台湾海峡从北往南走，或者从南往北走，就这么干啊。像前天美国的一架运输机沿着台湾从北到南飞了一趟，就是在台湾的领空，不是走台湾海峡，也不是走台湾的东部海域，是整个沿着台湾从北到南飞了一遍。这以前没有过的，没有这么干过的啊，没有这么干过。所以美军现在非常清晰的向中国大陆显示，美军在台湾地区的存在不仅仅是口号，是整个的军事存在，是很清晰的告诉对方，我是在这里的啊，我是在这里的。而且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越来越升级，越来越高。你看看刚才我讲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就有包含的这方面的内容啊，包含这方面内容。所以呢，我讲过很多次啊，中美之间现在开始进入不限领域的竞争状态、冲突状态啊，不限领域。在去年年底去年8月份、9月份开始，中美贸易战开始啊。中美贸易战开始打起来之后，川普政府也好，中国政府也好，其实非常小心的把双方的冲突局限在贸易领域，要打关税战、贸易战，包括这个华为都不怎么动啊，包括其他的领域都不动。不动的原因是什么？川普不想动其他的领域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
我要尽量的把协议签下来，把这个战果装到口袋里。对他来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政绩，所以他不想让事情复杂化，让事情复杂化，他没办法签成协议，所以他在其他的领域就不动啊，不展开，不把战火延伸到其他领域。但是今年疫情发生之后，这个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川普已经不限领域双方进行冲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香港问题上，很多人就觉得，哎呀，这个你看去年美国，你看香港反送中比今年冲突大得多，但是你看川普都没出手，但是我当时我就讲，这一次跟上次就完全不同，所以川普一定会出手。你看，这川普真的就出手。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吧，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谢谢。明谢一下啊，明谢一下。Alan 问，谢谢，感谢王先生，我和我老婆都喜欢您的节目，我更是每天上下班途中都会收听您的节目，让我受益匪浅，谢谢你。Mike 猪，谢谢。Chloe， 谢谢。Good Fella， 谢谢。达卡西尼，王先生辛苦了，喝杯咖啡调剂调剂。好的，我们喝点酒调剂调剂吧。哈哈啊。庞红，谢谢。益堂，谢谢。张继梅，谢谢。钱生，谢谢。明超，谢谢。曹明，谢谢。观点：美国一般准备打一场局部性战争的时候，标配就是3个航母战斗群，另外加10艘核潜艇，所以这个表态是很明显的。是的。观点：朝鲜基本就是与中国同一战线，不过对中国并不抱有好感，朝鲜对中国的警惕高于美国。朝鲜是没有办法，朝鲜它就是没有，人穷志短，怎么办呢？观点：F-22、F-35 3个航母战斗群同时出动，叫灭国舰队，足见美国对两岸形势的重视。金三跳梁小丑，自顾不暇，派2个中队 F-22、F-35 到日本部署演习，钻地炸弹足矣啊，好吧。观点：其实朝鲜问题本质是中国支持的恐怖组织国家，只要推翻了中共，朝鲜半岛就彻底和平了。这2件事情都不容易，好吗？观点：其实朝鲜问题已经不是问题，川普已经把握住了朝鲜问题的根本，所以设了一条底线，就忽略朝鲜了。美国海军的存在还是针对台湾问题或者南海问题，也有道理啊，也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是敲山震虎嘛。当然，一个军事存在，它当然不可能只有一个目标啊。你把3艘航母，得花多少钱部署到西太平洋来？那当然不会只有一个军事目的啊，或者是军事目标。但是我主要讲这个啊，我主要讲的，其他你南海问题有没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啊。台湾有没有问题？也有问题，但是不是我今天的目标，所以我没有讲太多啊，你要讲下来那就很多了啊。提问：请问美国制裁中国官员的实际效果有多大？假如那些官员或者家属并不在美国，而是在欧洲或者其他西方国家，对他们似乎影响并不大吧？这些高官的资源，他们安排家人去其他西方国家，也不易如反掌吗？是的，当然，你说你只要有钱，你要去欧洲、去其他国家也可以啊。但是有个问题啊，美国如果制裁，意味着什么？美国要是制裁这些人啊，那么他发一个叫什么？那叫什么来着？那叫发一个传书啊，要求全世界的银行
那这些人你们不能够接受，要把他的财产冻结起来，通知全世界的银行，要必须冻结财产，我们来查，你怎么办呢？对吗？那很麻烦的。还有一个，美国要是动了手，五眼联盟我看不会有疑问，都会动手。五眼联盟一动手，这可都是全是移民的国家啊，那就麻烦了，这有点你不知道去哪好，你说是不是？所以，影响是很大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是第一个，如果美国的制裁，它动用整个银行系统，把这个名单发出去，传给各大银行，通知他们，那这些人只要有他们有账号在这里，先给我冻结住。你说这些银行有谁不敢不听？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要动起来，真的下决心要做的话，美国是有能力的，会让你非常的麻烦，就别得罪美国人啊。观点：军备上中美差距很大，常规战争打不过，就算打核武器，核弹头和投放模式也没美国多，军事对抗几乎是自寻死路。那是我都说过很多次啊，我不是军迷啊，但是我有个概念，全世界组成一个军队和美军打不过的啊，这是一个概念啊。情况：昨晚香港各区有抗争，一整年的纪念展览，警察疯了一样在街上抓人啊！我看到了。提问：王老师昨天讲的中国政府对经济的问题，想问一下，政府控制生产要素是不是主要是在北方，南方没什么影响？那北方的政府预算从哪里出？南方也有影响。南方的政府，中国的政府不是北方才是中国的政府，中国南方北方都有政府啊。那么南方的政府也是差不多的啊，情况是差不多，只不过呢，南方的私营经济会发达一点，特别越往南，比如说广东啊，广东私营经济就非常发达，比如说浙江私营经济就非常发达。比如说江苏就是政府很强啊，苏南模式讲的是强政府下去做生意，做很大啊，大概是这样的模式不同。那比如说浙江就是私营企业非常的发达，政府也很强，但是私营企业更强，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南方的情况跟北方不同，北方的私营企业不发达，主要是靠政府，都是在政府在内支撑局面啊。这是一个啊，南方北方都有影响，只不过南方的私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会更多一点，所以它影响没那么大，至少还有很多私营企业或者外企能够支撑大局啊。北方的预算从哪里出？什么情况？我不知道你政府预算从哪里出？从国库里出啊，它有税收啊，它有政府的有预算收入啊。有预算收入才有预算支出，中间不够的怎么样？发债啊。问题：请教中美会断交吗？台湾与大陆会断交吗？台湾与大陆没有建交，这不是两个国家，不会存在建交的问题。中美会断交吗？中美看不到会断交，脱钩，现在正在脱钩，中美之间在脱钩，为什么？因为美国认为，这是别人说的哈，这不是我说的，这美国的智库认为，美国自己是这么看的，我觉得他们的确是这么看的，他们觉得中国的崛起，三段论，第一段论，中国为什么会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过去20年中国经济崛起，中国的实力增强了，中国实力增强，他觉得呢？他觉得什么？他就觉得，我在家里待着不行，我得出去走走啊！这就是为什么，这是美国的看法啊。那为什么中国会崛起呢？但因为跟美国做生意啊，靠着美国，吃美国，占美国便宜，所以中国就崛起了。美国是中国崛起的根本因素，这是美国人的看法啊，美国人的看法。那么怎么应对这个局面呢？又不可能冷战啊，因为
你中有我，现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你这没办法打，这一炮过去有美国人有中国人啊，那怎么办？美国的策略是什么？美国的战略就是脱钩，我先不跟你玩，我分开。你不是崛起吗？你不是靠我崛起的吗？我一分开，哎，那你不就啪掉下去了吗？这是美国现在的想法。当然，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不对的啊。不对的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就是我认为中国的对外扩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中共建政1949年建政到现在，中国就中间有个短暂的时期，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一段时间就叫邓小平说我们韬光养晦，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就不扩张，我们去一心一意搞建设，把自己经济搞上去。这邓小平就是邓小平路线，所谓邓小平的路线就是这个路线，就是韬光养晦，我不告诉你我的意图。但中共从开始，从他建党到现在，他的初心是什么？他的初心就建设社会主义啊，搞社会主义啊，搞社会主义是干什么？消灭资本主义啊。美国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那肯定要消灭美国啊，这就是中国的初心啊，中共的初心啊。这就是他的战略，他的战略目标、战略意图，从他建党到现在从来就没改变过，没改变过的。所以他的扩张从建国、韩战、越战，到后来到东南亚的输出革命引发的什么印尼排华，所谓的印尼排华，都是策动当地这个政变的，在印共、马共、马来西亚共产党、印尼共产党都是在干这事情，在东南亚搞颠覆，然后去支持柬埔寨跟越南打等等。中共从来没有停止过战略扩张，在非洲其实在非洲的战略扩张好多年，所以美国一直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是误判它不是因为它实力增强了它在扩张，它本来就是要扩张，它只是之前韬光养晦，跟它是有没有实力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所以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是有严重的误判，所以中美之间会不会断钩呢？断交呢？我认为不会，因为美国只是想跟他脱钩嘛。美国到现在不觉得中国是他的敌对势力，美国没有把中国当作敌对势力，只有中国把美国当敌对势力。我从记事开始，中共就没有停过告诉他的人民，美国是我们的敌人。从我记事到现在，中国从来没有停止过一天对他的人民进行洗脑，说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敌对势力。中国的敌对势力就是美国，但是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中国当作敌对势力。你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笨的人吗？所以你说中美之间会断交吗？我认为不会，因为美国还没看清楚，还没有搞清楚状况，他断什么交不可能断交。观点不能指望美国打仗，因为中共有核弹头，只能说给中国施压。有核弹头就不能打仗，那苏联的核弹头比中国多多少？你说说，苏联的核弹头比美国还多好吗？怎么不能打仗？一样打仗，对不对？如果你不打仗，那你准备那些武器干什么？准备武器就是随时准备打仗，你的武器才有价值。如果你都不打算打仗的话，你准备那些武器一点价值都没有，谁都知道你不准备打仗，要来干啥？你说是不是？建议喜欢王老师的节目，我的大学那期看了好几遍，勾起了8期上学4年校园生活的美好与回味。希望发起一个网友对您节目认为最喜爱的评选活动，供大家共赏。我会被人骂呀，太自恋了吧？我不敢搞这种活动。我们还是，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那就多看2遍，好吗？
暂时不搞这个，不敢搞我觉得呢，我的节目呢，我有一些节目我自己也很喜欢那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处于一个不够完美的一个这样的状态我希望我能够进步我也昨天前天我有朋友也在跟我聊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把我们的节目的品质提升那么我也有我的想法，我会慢慢的一步步去实现现在正在实现的一部分就是字幕把字幕做起来，然后我们还会一步一步的建立更大的一个 vision去让我们这个节目持续的被大家喜爱我希望大家不会审美疲劳，我不希望大家出现一个觉得好像我们的节目好像看久了审美疲劳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进步的，所以我没有自满，我也没有自满，我知道我们很多网友很喜欢我们的节目，我非常的感激我也觉得我非常幸运，但是我觉得我还需要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谢谢观点，美国现在的情况还是很让人担心的，现在的事情像文革的造反有理、破四旧、立四新，左派媒体都在说美国立国就是暴力开始的。那你真的不了解美国你被中国的媒体、大陆的媒体洗脑了。美国我没有看到那么严重的暴力事件。那你对暴力真的是不了解，什么叫暴力？你要去看一下香港，那就叫暴力。香港的警察那真叫暴力。暴力什么叫暴力？你去看看文革，那你真的要去好好的去看看文革，那才叫暴力美国现在有没有情况？有状况美国的这场运动，我回头我贴篇文章上给大家看一下美国这场运动其实是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的一个表现那么很多政治的诉求在这场运动中表现出来美国有美国的政治的玩法大家要去熟悉这种玩法，熟悉他们的表达的方式和他们运动的语言这个我不觉得可以，文革可以跟这个比，那没有可比性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有2点，你的观点是错的。第一，你不了解文革；第二，你不了解美国，所以你把2个东西放在一起谈是不对的情况现在武汉的言论监控严厉了很多，我一哥们儿前几天随手拍武汉出租车罢工视频就被请去喝茶了严了很多，一直就这么严的一直就是这么严的观点。现在对整个社会管控越来越严格，比如要求学强国 APP， 比如党员干部业余时间不能这个不能那个，再如数字货币箭在弦上，现在又出现大额取现要登记说明这个政党越来越虚弱，整个形势也越来越严峻，历史关头已经来临这个很像口号第一，我一样的解释给你听强国 APP 早就开始做了这个已经做了有几年了吧强国 APP 这个党员干部就是公余时间的19个不准，上个星期出来的这是第2个，这是新的数字货币跟这个没有1毛钱的关系跟你说的这件事情没有1毛钱的关系，没有数字货币，它随时可以让你的账上的钱变成0，现在就能做到，没有一点障碍，所以它不需要通过数字货币来实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大额取现主要是反洗钱法的要求，它一点你从账上转账没有限制，你去转账好了，不用提现。提现其实很多国家都有限制的为什么？就是
尽量的不要让现金离开银行系统，因为离开了银行系统，它有可能变成一个犯罪的工具。所以通常呢，很多国家都对取现这件事情是有限制的啊，有限制。所以这个我不觉得他完全已经就是以他现有的手段，他对中国人民的人身控制超出你的想象，好吗？超出你的想象啊！这个政党越来越虚弱，我们不喊这种口号，我不喜欢喊这种口号，没有用。我们要讲他虚弱，哪里虚弱，哪一块虚弱，他的弱点在哪里，他强项在哪里啊？最好是这样啊。情况，美国从2019年就开始警惕中国科研人员了。我们学院名字沾了个航天，有一个老师本来做项目和航天没关系，但是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签证就一直下不来。但是你说跟航天没关系，哎，其实不好说的啊。有没有关系，他也不能告诉你啊，你说是不是啊？情况坐标墨尔本，自从国内发出不要到澳洲旅游留学的警告，国内亲友、朋友、同学发来好多联络，问我是否安全。我说一切都好，还有人说澳洲就是不友好，不要掉以轻心，真是哭笑不得。OK， 同事来自世界各地，大家平时也讨论政治，但从不会有人把对哪一国的政府的情绪转移到个人身上，这种迁怒也算是洗脑下的中国特色。是的啊，这你就还好啦。你想疫情的时候，多少人问候在美国的人啊，这注意安全啊，这个都一样的啊，一样。情况说说纽约的中文媒体。1996年我来美国，满街扔的都是侨报，没人买。世界日报骂大陆骂得凶，买的人也多。2007年我回到美国，回到纽约，一切都变了，连世界日报都热烈庆祝党代会召开了，收买了啊，已经收买掉了。观点：王老师在推特上转发的香港港口空荡荡的，转移到新加坡，现在资本开始站队了。我觉得香港现在是有点危险啊，有点危险。怎么说呢？香港是暴风雨前的安静，现在的香港啊，所以那些船都走了是有原因的啊。比喻一下。观点：石寒冰的经济趋势20年，说了朝鲜、俄罗斯、中东很多问题，其背后都是因为中国。美国看明白了这点后，必然与中国对抗，只有解决中国，才能解决别的所有问题。观点：马丁路德金的黑人维权背后就有毛泽东的支持。中共从未停止干涉他国内政，但他们擅长暗着偷偷干，表面上就是永远那套贼喊捉贼。中共央行日前发布在河北、浙江、深圳3地取款登记制度，规定公司取款50万，个人取款10万到30万，必须予以登记。这个我刚才解释了，我不再说了。观点：王老师的视频说得很认真，但对我们这些理论，这些经济学功底不太深的理工男也能理解。如果王老师能再说得更生动一点，会让大众更容易理解。例如，要说到要保住贸易，必须保住汇率时，王老师仅说了个结论啊。如果能稍微举例，外商想投资经商，如果经营利润低于人民币汇率的下跌，生意就白干了。这样举例，大众就容易听得明白。况且用口语举例不会花太多时间。谢谢王老师，加油赞。好，谢谢啊，我会的了，明白了。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是这样的啊，我们经常呢会在这个节目啊讲了一段你刚才讲的这些话，
于是呢，我在另外一个节目呢，我就不想讲了，我就觉得已经讲过了，因为我怕什么呢？我怕有些网友觉得我在重复啊，有在重复，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这2天我就开始慢慢的明白什么呢？就是你每次都在讲，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情，就是你每次都在讲，其实我也会讲，只不过呢，我觉得我不能每次讲，因为大家会觉得我在重复。但是我觉得最近我是明白啊，因为我们不断的会有新的网友加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有些网友不一定每期都看，所以我还是会讲，就是你说的这个话是对的啊，我会尽量的把一些事情啊不能假设已经讲过了，我就还是要讲一遍啊，大概是这样。所以你说的很对啊，我会继续改进啊。情况，王老师好，现在国内言论管控的确越来越严。我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说，上海商场外有要饭不是要钱的人，就因为这个把微信封了1天的时间，说我造谣。现在维稳费是不是有点高？这个都不准说吗？我说的是事实啊。现在就是我就有2点，第一点，我就建议不要用微信啊，微信真的很危险。微信除了监控你的言论啊，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会拿你很多信息出去啊，你有很多信息会微信给拿走，所以这个是你可能有些东西你是不想让人知道，可是他可能就知道了，所以是有危险的，所以大家要小心。用微信特别是海外的朋友尽量的不要用微信啊。情况，文革期间一对新婚中学老师因为失手打烂了别人送给他们的毛泽东瓷像，因为怕人知道，结婚第2天就自杀了。这是我妈妈的同事。文革期间这一类事情数不胜数，就是因为毛主席像的这件事情死了多少人数都数不清，就是因为毛主席像这件事情啊，互相揭发等等的各种这种悲剧多了去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你说你妈妈的同事这个真的是在中国发生这种事情真的很多建军丁是4艘谢谢是4艘航母。王先生漏了一个卡尔文森号，是吗？哎，有吗？那我漏了一个，那就更厉害了嘛。好吧，Simon Lin 谢谢，王老师加油。以林王谢谢，Mika 卡谢谢， Viola 陈谢谢，请王老师和美西和新加坡的Milo Dinosaur 老师孜孜不倦的做如此高品质的节目，辛苦了。美西打2毛也辛苦了。好的，谢谢你。依然是冠希谢谢。观点，这次制裁 CCP 是依据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这个比香港人权法更要命，差别在于会涉及被制裁的家人，还有就是被制裁者有往来的机构也会被制裁，所以一旦被制裁就哪都不能去了。是这样的。郭明谢谢， George 陈谢谢，王老师，我太太说你今天背带裤很漂亮，我必须支持。至于我的观点仍然一如既往。王老师今天讲的又超出我的预期，谢谢，周末愉快。谢谢，周末愉快。我今天真的是因为时间有点紧张梳洗打扮来不及了，所以就这一身子就上来了。我不是故意的赵静涵谢谢，溃而不崩，有道理，这我差不多也是这样，我也是这么认为。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